楼上阿姨蹭我充电桩大半年，被我当场抓住对峙后，她反而翻起白眼教育我：你家的电又不贵，怎么这么小气？我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第二天开始，我每天都开车去 4S 店充电，再没用过家里的充电桩，半个月没回小区。半个月后，物业经理给我打电话：哥，王大妈跪下了，求你快回来吧。关我屁事。我买的车位在 C 区拐角，位置宽敞，旁边是王大妈霸占的未出售车位，不仅堆满了纸壳垃圾，还有她的奥运。而我的私人充电枪，此刻就像背叛老公的妻子，插在那辆奥运的充电口上，疯狂吸着我的电费。死老登，这是本周第5次偷电了吧？电表上的数字跑得飞快，仿佛每度电都在嘲笑着我的软弱。大东北是我的故乡。哟，这不是小林吗？拽得跟258万似的，还穿的 LV， 嘚瑟啥呀？哼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哟，小林回来了。王阿姨，这充电桩是我私人的，你充电要扣我钱的。哎呀，邻里邻居的，不就用你点电吗？你开这么好的车，住这么大的房子，还在乎这3瓜2枣？我看你平时也没怎么用，闲着也是浪费。再说了，我儿子说这叫资源共享。你这就一个人住，我们一家5口，你帮衬帮衬也是积德，别那么小气，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积德，我看是积怨吧，典型的强盗逻辑。这种把占便宜当成本事，把别人的教养当成软弱的社会巨婴，跟他讲道理简直是浪费口舌。行，您说的对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就对了嘛，年轻人要懂事。对了，我看你这车位挺大，以后我儿子车回来要是没地儿停，也停你这充电，反正你晚上也不怎么充。好啊，您随意。贪得无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回到车里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打开手机 APP 连接充电桩后台，关闭了即插即充的模式，同时开启了远程锁定和仅授权账号启动。喂，你好，我要预约你们 4S 店代客充电的服务，顺便让售后师傅来一趟，帮我装个监控。安排好这一切，我订了张去三亚的机票。既然你们喜欢占便宜，那就占个够。这个坑我给你们挖好了，希望你们跳得舒服。这车就是带劲啊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充电充电。啊，怎么没有反应呢？哎，还是没充进去啊！妈，这破玩意儿坏了！大晚上的叫唤什么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肯定是那个小畜生搞的鬼。我看他是忒坏，嘴上说的好听，背地里使坏。妈，我这车没电了，明天早高峰还得跑单呢，一单能挣几十块，耽误了事儿你赔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王宝这巨婴对他亲妈说话像个讨债鬼，嫌上班累，嫌送外卖苦，最后逼他妈刷脸贷款开启了网约车。不过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搞什么幺蛾子。哎呀，宝儿你别急，看妈怎么在群里治他。小林，你怎么回事？把电掐了？做人不能这么绝吧？我家车等着充电呢。大家来评评理呀！现在的年轻人答应好的事儿，转头就不认账，把我们孤儿寡母往死里逼呀！都是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老登，等关键时刻我再收拾你们。妈，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哎呦，这不是王大姐吗？怎么蹭电蹭出故障来了？哼，关你什么事？死八婆！是，这是设备故障。设备故障懂不懂？妈，你别丢人了行不行？赶紧想办法！儿子别慌，妈这就摇人，咱们有的是人脉。这是街口陈电工，修插座修了几十年，这点小事还不手拿把掐？老陈，您给看看，这玩意儿怎么不出电？能不能把锁给破了？这是带智能锁的，不好弄，得拆开接线。拆，尽管拆，坏了算我的。哼，我呸，算你的，你也配。这原厂充电桩花了我1万多，私自拆解不仅保修作废，还涉嫌破坏财物。不过我要的就是这段监控。哎，王阿姨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
这充电桩不是林先生的吗？哦，小林特意交代的，他出差去了，这桩子有点接触不良，让我找人修修。那你们注意安全啊，别弄坏了。得到保安默许，陈电工胆子也大了。他从箱子里掏出一把大号螺丝刀，对着充电桩的外壳缝隙就撬。只听见几声脆响，充电桩外壳裂开了一道口子。陈电工将手伸进去一顿掏，掏了一根黑色的电线出来。看到没？就是这根线，我接上用胶布缠2圈就行了。王宝迫不及待的就将充电枪通上电。妈，你真行！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嘛！那小子想治我，嫩了点。无敌了，老邓！不做任何绝缘保护，就这么赤裸裸的接出来，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亲手点了一颗炸弹。第3天晚上，王宝的车旁多了一块接线板，电线一直延伸到旁边的奥运老头乐充电口上，甚至还分出一根线接了大功率的电暖气放在王宝车里加热。这天冷，给车里去潮气。我从监控里看着那乱糟糟的丝接线路，感到好笑。这么大的负荷，加上那劣质的接线手法，不出事才怪。龙哥，城北土方项目对方结款了。不错，我喜欢守规矩的人。喂，这线怎么拉的？离我车远点儿！喊什么喊？我充我的电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有钱了不起啊！哼，老东西真是个神经病。切，什么东西？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到了半夜，那根丝接的电线接口处开始冒出微弱的火花，接着黑胶布开始融化，火花掉在地上的杂物堆里，很快就引燃了王大妈收藏的纸壳和不知哪儿捡来的劣质玻璃水。火苗猛地窜起来，但这火起得太刁钻，没有触发消防系统，火舌瞬间吞噬了杂物堆，慢慢烧向了旁边那辆价值连城的劳斯莱斯。警报声骤然响起，喷淋头启动，划破了深夜的宁静。好戏终于开场了。劳斯莱斯左侧车漆已经被高温熏得起泡，车门下沿被火燎得漆黑。我靠！我的车！我的车！谁干的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去你妈的！都是这破玩意儿害的！天哪！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我的车！别他妈嚎了！这火是你弄的！不是我，是这个桩子，是这个桩子自燃，我是受害者。龙总，这损伤有点严重，漆面全毁，侧裙变形，还有线路可能受损。初步估算，维修费加上折旧费，至少50万起步。50万？装死，让他清醒清醒。啊！憋死我了！烧了我车就要赔钱，少一个字我就烧你全家。放开我妈！别打我儿子！你们怎么这样？要逼死我吗？对，我们做事就是这样。明显的人为丝接线路，导致短路引发火灾。谁接的线？王大妈醒过神来，第一反应不是认错，而是找替死鬼。陈经理，你得给我作证啊！这桩子是小林的，是他的桩子，质量有问题才起火的，我也是正常使用啊。还有我的事儿，真是烦死了。真要闹起来，还不得给我们扣个监管不力的责任？王姐，话不能乱说。人家林先生的桩子是原厂正规的，怎么你一用就坏了？就是他的错，要不是他把电断了，我也不会找人修。我不找人修，就不会出这事儿。归根结底都是他害的。那个姓林的呢？叫他下来。好，我马上联系他。第一次我没接，没接，我再打一次。第二次我还是没接。快接啊，祖宗！我求你快接啊！喂，陈经理，这么晚什么事啊？林先生出大事了，那家充电桩起火了，把龙哥的牢给烧了。你快回来吧！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人在三亚呢，走之前把电闸都关了啊！哎呀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，警察和龙哥都在这等着呢。小林啊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是你答应借我用的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想躲？我告诉你，这钱你得赔。你是富二代，你有钱，这几十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，对我们可是要命啊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龙哥的脸色变了，他看向手机的眼神充满了怀疑。如果真的是我授权给王大妈，那作为设备主人，我确实有连带责任。小兄弟，
既然是你借给他的，那你得回来给个说法，咱们都要守规矩。行，我明天一早的飞机马上回去。电话挂断后，我看着监控里王大妈甩锅成功高兴的脸，笑吧，趁现在还能笑得出来，等明天我回来就知道什么叫万劫不复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拖着行李箱出现在小区门口，刚进大堂就被几个平时跟王大妈关系好的老太太围住了。哎呀，小林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说你也是，设备坏了就别借给人用嘛，现在闯这么大祸。就是，王大姐一家都要急死了。你家里条件好，这点钱就帮着出了吧，毕竟也是因为你的东西起火的。这就是舆论战吗？仅仅半天时间，王大妈就把黑的说成了白的，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，而我成了一个借坏设备给邻居、害人害己的罪魁祸首。各位阿姨，我先去处理，回头再聊。哎，林先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龙哥那边发话了，今天不给个说法，就要去法院起诉你。陈经理先不管龙哥，我要调监控。监控？警察不是看过了吗？我要看前半个月所有的公共监控，特别是 C 区的，还有我要一份物业的巡逻记录。这不太方便吧？陈经理，这事儿如果我不担责，那就是物业监管不力，让外人进来撕拉电线。你觉得龙哥会放过物业吗？马上调！校长，带林先生去监控室。地库里人头攒动，龙哥的人和王大妈一家都在，连周围看热闹的邻居都围了一圈。小林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他张开油乎乎的手就要抱我大腿，想在众人面前演一出邻居情深。王阿姨，有话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小兄弟，这事儿怎么算？那老太婆说是你借给她的，设备也是你的，这几十万你俩谁掏？龙哥，找他，他是车主，设备是他的。而且我有证人，那天小张看见了，我说正在维修，这就是他同意的。对，林哥你有钱，这点钱对你来说九牛一毛，你就认了吧。咱们邻里邻居的，以后我给你当司机都行。呵呵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让我赔钱还想给我当司机，做梦都没这么美的。是啊，人家孤儿寡母的，哪里赔得起？这小伙子看着挺面善，怎么这么没担当？王阿姨，你说是我借给你的？对，就是你。你说设备是自然故障？没错，就是老化了。这是安装充电桩时的检测报告，以及我出发前特意让厂家后台导出的设备运行日志。龙哥，检测报告里直到半个月前，数据一切正常，而且这是明显的人为破坏痕迹。我不记得我授权任何人拆解我的设备。那就是你记错了，或者是你自己没维护好。是吗？既然大家都在，那我们就用广告屏一起看场电影吧。拆，尽管拆，坏了算我的。这不是暴力破坏吗？原来是私自找人拆的。我没给王大妈喘息的机会。第二段视频，什么东西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这破豪车有什么了不起？蹭坏了让他赔。我看这车漆薄得很，稍微碰一下就得掉皮。龙哥这下丢脸丢大了，王大妈要倒霉了。故意蹭坏我的车，还让我赔，我看起来很像冤种吗？龙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去你大爷的！等会儿再收拾你。随后，我播放第3段起火前的一幕。大家请看，王大妈为了贪便宜，把家里的电暖气也接了下来。那一闪而过的火花，那一地助燃的杂物，都是王大妈弄的。王大妈，你现在没有任何借口，没有任何推脱的余地，这就是一场由你的贪婪、无知和恶意引发的灾难。王阿姨，这就是你说的设备故障，这就是你说的我同意。各位，如果这也叫邻里互助，那这福气给你们，你们要不要？此时没人敢说话，圣母们纷纷低下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爽，太爽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给我烧他全家！龙哥，冷静点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违法物嘛，马上你赔偿协议，车损、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，一分不少算清楚。要是赔不起，就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查封房子，拍卖。别查封房子，我还没结婚，那是我唯一的婚房啊！都怪你这老东西，我都说了去充电站充，你非要省那点钱，非要贪那点便宜。现在好了，房子没了，以后怎么办？小丽肯定要跟我分手。宝啊，妈，这也是为了你省钱啊，妈也是想让你过得好点啊。为了我，你就是害我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打我！你竟然打我！我
打死你个没良心的畜生！够了，要打滚出去打，别脏了我的店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别打了。怎么办？我的房子不活了，没法活了。我看了一眼这出狗咬狗的闹剧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拿起手机对着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业主群，顺便在群内说了句真相大白，群里瞬间炸了锅，大家都不敢置信这是王大妈做的。随后我便离去，没管这些烂摊子。但事情的后续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龙哥这种人说得出做得到，没过多久法院的传票就到了，紧接着是财产保全，王大妈家的房子被贴上了封条。王宝一看房子保不住，拿走了家里仅剩的现金，招呼都没和他妈打就跑了。王大妈彻底成了孤家寡人，精神崩溃，天天堵在我家门口痛哭流涕，磕头认错。小林啊，阿姨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跟龙哥求求情吧，少赔点行不行？或者你借阿姨点钱，阿姨以后做牛做马报答你。看着他那副涕泗横流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恶心。要死一边去！要是当初我不反击，要是我没有证据，现在跪在这里哭的人就会是我。有些错是没法弥补的。还有，再骚扰我就报警抓你。王大妈本来就有点疯，经过我这么一刺激，当场发作。都怪你！你为什么这么有钱？为什么总要和我过不去？都怪你！我报了警，警察把他带走了。但这还不是结束，龙哥的人天天守在小区门口，只要王大妈一出现就跟着他，不打他也不骂他，就这么盯着。无形的压力比打他一顿更让人崩溃。曾经在小区里横着走的王大妈，现在却成了过街老鼠。她想去捡废品卖钱，结果被捡废品的大爷赶走。她想去碰瓷，结果人家一看后面跟着几个纹身大汉，吓得直接给钱让他滚。但那钱转手就被龙哥的人夺去抵债了。3个月后，法院判决下来了，王大妈全责，赔偿龙哥各项损失共计68万。王大妈的房子也被贴上封条拍卖了。王宝一直没露面，听说去了南方躲债，彻底抛弃了这个梦。那天我开车出门，在小区门口的垃圾桶旁看到了王大妈。我儿子会来接我的，他是大老板，他开豪车。这时龙哥的劳斯莱斯已经修好了，车子光亮如新。老弟，之前语气不好别见怪，这是我车行的终身 VIP 卡，以后洗车保养算我的。谢了，龙哥。龙哥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我不好惹，我也知道他讲规矩，我们保持着这种距离的尊重。老话说得好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对于那些吸食血肉的寄生虫，最好的反击不是大哭大闹，而是一步步帮他们设好陷阱，微笑着帮他们盖上棺材板，这才叫解脱。